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普京野心图穷匕现，2027年剑指波罗的海，欧洲内部裂痕加深，马克龙为此援乌计划。俄罗斯的扩张野心从来没有止步于乌克兰。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，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透露，俄罗斯已对未来的军事行动作出修订，将入侵波罗的海3国的计划从原定的2030年大幅提前至2027年。在莫斯科的战略逻辑中，向北是强大的美国，向东是浩瀚的太平洋，唯有向西的欧洲才是成本最低的扩张路径。而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就处于这次军事扩张的最前沿。不过，俄军对于波兰的战略却与波罗的海3国不同，俄军准备直接将其视为军事打击目标，通过导弹和空袭摧毁其军事资产，使其沦为焦土，而不是所谓的占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俄罗斯针对欧洲的混合战争早已打响。从米格31战机侵犯爱沙尼亚领空，到针对北约的信息战布局，普京正在为未来的侵略做铺垫。除此之外，普京还准备在外交上逐步蚕食乌克兰。俄罗斯特使德米特里耶夫日前抵达迈阿密，美国特使维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许纳与其展开闭门会谈，乌克兰与欧洲代表团也参与其中。根据俄罗斯官媒援引德米特里耶夫的说法，谈论过程具有建设性，但泽连斯基却不太同意。根据法新社报道，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，他对这个建设性表示怀疑，并呼吁美国必须施加全面压力，不仅要增加军援，更要对俄实施毁灭性的经济制裁，因为唯有美国才具备迫使莫斯科就范的能力。泽连斯基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，尤其是在欧洲内部出现裂痕的当下。毕竟，原本用于援助的乌克兰 A 计划及21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，在关键时刻遭遇了滑铁卢，而这一次的绊脚石竟然是法国和意大利。根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在德国总理默茨不遗余力推动 A 计划的时候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却在背后捅了一刀。马克龙表明了赞同，私下却以财政无力为由拒绝了财政担保。比利时、意大利也在这时结盟，联手搁置了这项关键援助。除此之外，在乌克兰获得欧洲援助后，马克龙竟要求其必须购买欧洲武器，才会继续提供军事资金。这也就算了，马克龙还特别强调，乌克兰最好购买的是法国货。更离谱的是，在被刺盟友之后，马克龙竟然主动向普京示好，表示希望与俄罗斯领导人直接接触。这一举动让克里姆林宫喜出望外，更让外界看到了法国在债务危机和支持率暴跌的投机心理。在火力军看来，马克龙的这波迷之操作，不仅是对乌克兰的背叛，更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的短视。欧洲内部分裂，俄罗斯只会是唯一的受益者。一边是普京磨刀霍霍的扩张计划，一边是欧洲内部各怀鬼胎的政治博弈，再加上美国外交斡旋的不确定性，乌克兰面临局势依然凶险。但正义的防线绝不会因为个别政客的投机而崩塌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。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